这边还是有人端着长枪短炮，那是非常漂亮的莲花。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龙威祖庙啊。这里看来都是一些遛鸟、玩鸟的人呢，趁着太阳好，鸟儿们也出来晒太阳。你看左侧呢，确实保留着一些以前的房子，但是右侧呢，早就是起了高楼。你看，这个就是荔枝湾村的景色了。大家好，现在呢，我骑行在汉唐路上，我的身后呢就是龙津西路，这边是西关的传统区域，也是在我看来最有广味的地方，所以我经常呢会开着车把车停到永庆坊的公共停车场，然后呢就会骑着我的小车在周围的这些小巷子里面转一转，感受一下西关的人土风情。现在我骑行的这条汉唐路应该是相对来讲保存比较完好的一条还活着的历史街道，呈现的呢就是以往的西关的风情。虽然很多房子年久失修了，现在呢也在不断的想办法恢复原貌。我现在呢就在汉唐路上稍稍骑转，然后打算在前面的中山七路这已经是中山七路了吧，这边掉头。好，现在呢又回到了汉唐路上向着龙津桥的方向骑行。这边呢右侧还有很多老的街坊、旧的街道，但是左侧这边呢都已经盖了一些大楼了。广州就是这样的一种混合式的街区，新旧街道还有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外面来的人的这种文化融合的地方。这边就来了一个公交车，公交车对于西关的老城区对那些慢慢变老的人群来讲还是非常需要的一种交通工具，因为这边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开车出行的地方，街道非常的窄小。现在呢我就骑进了汉唐的牌坊里面，其实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街区。我也不止一次的参访过这样的街道。虽然非常窄小的街道，可是呢还是包括开着各种各样的商店，这是老广们的传统，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些老街道呢都已经脱当年那个样貌了，因为都起了不同的一些社区，就起了一些不同年代的房子。经过一段石板路，就感觉已经来到了荔湾湖的边上了。这个地方呢，就是龙威祖庙的所在地了。我们拐过来稍微的看一看我左侧的龙威祖庙。
这边还是有些香火，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呢，他们还是非常沉浸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中。外太虚路口，我推个单车觉得不大方便啊。我们就在这边稍微的留连一下，看看这些上香的人们的虔诚的态度。更吸引我的呢，是你看啊，这个湖里的莲花，前一阵子我还专门去了大夫山看莲花嘛，但这边的莲花呢，它是开得更加的灿烂。这边还是有人端着长枪短炮，那是非常漂亮的莲花。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龙威祖庙啊。那我相信这个地方，如果从历史上来讲，是非常有文化遗存和文化积累的地方。但是呢，经过了那个浩劫的岁月，这些东西全部都被当作是旧铲除。改革开放以来呢，慢慢，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人的信仰也在恢复，所以又把它修旧如旧啊，又把它恢复了起来。现在呢，竟然成了广州这边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的区域。这边有一个门，写着“汉唐两字”，到里面去看看吧。这里其实就是普通百姓的社区，左侧呢，荔湾湖公园的围墙拆掉以后，就可以让这个社区和这个湖面呢连通在一起了。就是当地老百姓得到这些福利。虽然这个地方呢是老地方了，但是我相信呢，这边的老百姓已经没有办法代表以前的西关社区那种独特的文化了。因为当年的西关这里呢，它都是靠一些中产以上甚至赚了钱的人撑起来的文化。那现在这个地方呢，经过了3个多世纪，早已经是鱼龙混杂，就成为杂处的地方了。这个地方进到公园了，怎么让单车进来？虽然公园呢是已经打开了门拆掉了墙，但是这边还是有人管理的公园里面不让骑单车的，所以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现在骑行的这种小街道呢，都是后来经过了重新铺设路面，就也做了一些微改造以后呈现给大家的模样当然比以前没改造之前要好得多了也会有些小商店，但基本上来讲它还是一个老百姓住着的活的社区。这里看的都是一些遛鸟玩鸟的人趁着太阳好，鸟儿们也出来晒太阳。前面一个老人家骑着他自己的单车，车的筐里面
帮着他的一只小狗，有这样的也到湖边来逛逛啊。我们来望望这一侧的湖区。我看这个莲花有些还盛开着，但是其实更多的呢，都已经产出了莲蓬，也就是说第二组了，应该说剩下很快就要过去。莲花呢也完成了一年一度开放的任务。只是比较喜欢这边的这种氛围啊，就是你看老百姓在这边非常随意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就挺好。好，我们现在从这个人威古庙的牌坊穿过一下。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汉塘路上，前面就是龙津西路，这边呢有著名的汉西酒家，也有我边上老字号的青田饭店，还有左前方的新建的广州酒家，右侧要开一家新的麦当劳了，就在荔湾湖公园的门口。我刚刚就是在对面的广州酒家下面停的车，这片呢其实都是新的一些建筑，这边就是汉西酒家的蛮守信的地方。现在我骑行在龙津桥上，这边呢应该是广州西关最热闹的地方，或者保存最为完好的以前的一片居民区。当然也做了一些旅游观光需要的改建和装修。好，我们就从这个荔湾村边上去慢慢的骑行一下。这边还有个幼儿园呢。这里呢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老建筑，当然了，现在也拆掉了不少，只是把那些知名的人物的老街、老房子，还有一些尽可能可以保留下来，变成一种民俗遗存的房子呢，保留了下来。其他呢都拆掉，做了一些绿地之类的。这里呢也成了荔湾博物馆的一部分啊，这是第4展区。今天天气难得啊，连续的下雨天之后，总算晴了一下啊。看来也就是今天一天而已，之后的每一天呢还都是会下雨的。
所以我们今天趁着这样的机会呢，出来骑骑车，在荔湾区的西关荔枝湾村的边上，荔湾湖边上有随意的骑骑走走看一看。广东人一直是以水为财的，如果缺了水呢，就缺了生气，好像赚钱无望啊。所以水越多，大家荷包越满。基于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看啊，到处都是活着的水，这里到处都是流淌的景致。现在转入一条居民区的小道，这边写着西关大窝社区。你看左侧呢，确实保留着一些以前的房子，但是右侧呢，早就是起了高楼。但是这些楼房呢，已经有些年头了，看上去并不怎么样。但是呢，也给重新安装了社区，提高了一定的舒适度和便利性啊。但是左侧这些原本就有的西关的房子呢，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这条叫三联之街。从这里出来呢，就是龙津路了，龙津西路。这边是逢源正街。这里也是西关大屋社区，看出来当年有很多的房子都已经拆掉了，就变成了楼房。所以这条街道呢，看的是混合有这种房子的地方。前面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个广医第三医院，这边还有个小学呢，非常热闹啊。这样的小街小巷呢，以前比较少走进来，基本上都在外面匆匆通过一下而已。今天我要放慢脚步，到这些没怎么来过的小街小巷里面来转转。看看这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到其他的小巷子里面去的。这边好像是有一个出口。
这里一出来呢，已经在多宝路上了。好，我在多宝路上进到这个昌化苑。好的，谢谢啊，是个男的，相信呢，跟随着我的镜头的朋友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应该都会有差不多的感慨。就是曾经高尚的住宅区呢，现在鱼龙混杂，有很多加建的、违建的，要不呢就正在修复的这种房子也太多了。真正能够被保存下来的，相信也都是那些产权清晰的房子，其实已经很少了。只能从这边出来了，我们就将错就错嘛，推车上一座小木桥。你看，这个就是荔枝湾村的景色了。对面呢就是西关培正小学，我们来这边看一看，这边是广州市西关永庆红旅游区的全景导览图。好，现在呢我已经在恩宁路上骑行了。我的左侧这边就是一些老的街区，现在呢统称为永庆坊旅游区。这边有以前的知名的学校，也有很多知名人物的故居，比方像李小龙的故居，前面呢还有詹天佑的故居等等。这个里面呢其实修复得很好了，成了一个可以大家休闲散步消遣的社区了。我已经去很多次了，再加上今天呢骑着单车，我就不进去了。你看这个地方左侧还搞了一个粤剧艺术博物馆。这条马路呢是非常典型的以前西关经商的马路。你看这条马路两边呢都是骑楼，骑楼呢就是适应这边多雨的气候，但更多考虑的是要开门营业，让这些消费的人呢能够不用被雨淋，那店家呢也就非常方便他们开门做生意。做生意一直是广州人的传统。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詹天佑的故居了。看着今天没什么人，我们也不妨到这个小街里面去走一下。
左侧呢就是詹天佑的故居了，边上有个詹天佑小学。这个詹天佑小学呢是广州市第一中学的附属小学。你看啊，到了这边呢，已经接近13行的地方了，也拆掉了一些房子，建了一些新的高楼。这边有个地铁站叫黄沙站。你看这个路口的牌子上面指着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好，现在我沿着和平西路往前走一段。到了西关的外围呢，你可以看到啊，以前的旧房子基本都拆得差不多，取而代之的呢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那些看上去5、6层上下的这种民居，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文化可言啊。这边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做生意的店家，而且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原始，仿佛就是100多年做生意人那种方式。现在我来到了18府南路，这些都是一些卖小商品的商店，基本上也就是糊个口而已。在这边你已经看不到当年西关大屋的模样了。到了这边呢，就到了上下几街道的路口处了。也可以看到这边的单车是不能进的，当然车辆更不能进。但是就这个街角上呢，有广州酒家的最老的一家店，应该有它的总店吧，大家可以来看看。现在变成粤菜博物馆了，其在广州，英文、日文都给你写上了。也是排队取号的，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号声。但是你看到这么一个气势恢宏的知名食府的边上，这边你看都是真的让人感觉又回到解放前的样子。这样的街道呢，我不止骑行过1、2回应该经常到这边以后来逛逛。这条叫文昌南路了，也说不上喜欢与否，只是在这样的街道骑行呢，也比较放松。然后呢，就会有些感慨，因为真的你可以想象，100年以来这个街道上面
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流动、商业的转换，但经过了起码有100多年吧，这个地方呢还是市井街道的模样啊。我相信跟100年以前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房子加了几层，商店的招牌呢换成了新的模样。这里已经是文昌北路了，我们继续在这样的幽静的小街道里面骑行。这边有树荫，还是蛮舒服的。两边啊都有些巷子，里面都是居民区。看来这边都是一些做珠宝小生意的，更多的是那种生活用品。我已经看到前面这个龙津东路和龙津西路的交界处了，那么就顺着龙津西路骑回去吧。好，现在呢，我左转到龙津东路啊，刚刚我开车就经过这条街道。这边呢，相对来讲是这边的一条比较大的马路，两边有更多的商店和居民，看上去非常的热闹。这边真的有一种热闹过头的感觉，非常有活力，或者说真的是活着的一条街道。右侧呢是荔湾路，但我还是直走。我相信过了荔湾路呢，对面就是龙津西路了。你可以看到这条龙津路上面有见缝插针的拆掉了一些房子，起了一些高楼。总之呢，就是这样的修修补补啊，见缝插针，改变这条古老的街道。但基本的氛围呢，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很多。现在呢，我从龙津西路骑向前面的永庆坊旅游区的停车场，这是在办西酒店的对面啊，广州酒店的楼下。今天纯粹就在西关街道闲逛，因为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来了，而且最近广州连续下雨，高温天气。今天早上起来总算看到有半天不下雨的时间，所以呢，趁着天气还算好啊，就出来骑行一下。好了，我停车地方就在我的左前方了啊。在这边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骑行闲逛，我们改日骑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